大家好，我们是大发家，我是少廷，我是曼。经过这2年70几路呢，我们了解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好了，就是没有最好的装备，只有最适合你的装备。没错，我们这一路上啊，也换过了不少张桌子。不要摇。随着我们装备以及露营的模式慢慢的转变，那每一张桌子都陪了我们一段时间，然后也有一些我们的使用心得，今天就要分享给大家。当时我们为什么要用这张桌子，以及我们使用起来感觉怎么样？那今天就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我们这2年多桌子的演化史。影片记得看到最后，因为这一次很特别。第一张就是你们看到这个。有在露营的也好，没有在露营的也好，大家都一定认识它，它就是传说中的蛋卷桌。那我们第一次去露营店的时候呢，其实对于桌子的了解并不多。我相信大家在入门的时候，应该都跟我们有同样的感觉。为什么会选蛋卷桌呢？因为我们那时候在露营的时候呢，就带我们去露营的，他们就是用蛋卷桌。然后呢，我们去租装备的时候呢，他附的也是蛋卷桌。就是在我的那时候的想法里面，露营的桌子就是蛋卷桌，就是很奇怪，就是好像没有其他的选择了。其实我们做的功课也不多啦，对，所以就是那时候去买，就当下下意识就是看蛋卷桌。但是我觉得好处就是我们当时已经知道选黑色，它有一些好处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它是全铝做的。铝制的话，它的重量就很轻嘛，对不对？然后它的脚可以去调整它的高低，算是蛮方便的了。而且它的台面空间是非常之大，它收起来的话我觉得那个大小也算是大家能够接受的大小。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哇塞，怎么都没有一些置物空间，我还因此再去买了一个它的下面的一个收纳的橱柜，它叫橱柜哦，也蛮大的。然后用起来一开始觉得很方便，再来就觉得装上去好麻烦，因为还有用那个魔鬼毡这边粘，然后要在下面这样捞啊捞的，就是对我多了一些空间，但是我觉得使用上没有那么方便。因为我们收起来要把它收到最小，一定要把它收到最低嘛。那我们可能会看当下的状况去调整我们想要使用桌子高度。那它的桌子高度呢是有刻度的，如果我一开始没有调好的话呢，我就必须要单脚一只脚抬起来。再过来就是我觉得它的稳定度略显不足。对，就是东西放在上面的话，我会感觉到它在摇晃，看到汤在上面晃，我会有一点点的担心害怕。它的扩充空间真的太少，就是我只有这一张，那我其他的东西没有地方收。用到后来，我就会觉得说，它就是一个桌面，然后你要把它全部清干净才会看起来漂亮，但它桌面又很大。它桌面很大的状况之下，你就会越摆越多，然后你就会把所有东西摆满。这么大的情况下，你要把它清干净，那你其他东西要放哪里？就是会很尴尬啦，桌面大反而就变成它的一个好像缺点了。后来我们就把它换掉了，我觉得它不够帅，比较没有那么风格。像我们上一集讲的，就是我们那时候在挑选的时候，没有很认真的在挑选风格、材质、颜色之类的，对，就会觉得它好像有一点欠缺了一点东西。再来第2张呢是原木原生的原木原生，再来第2张呢是原木原生的阿卡之灵。这张其实坦白说我们非常喜欢因为它整张桌子都是用原木去做的，那它的稳定度直接就是打到底了，就是直接超稳，屌虐蛋卷桌，超级稳的，就是在各种情况下基本上我都不曾看过它动摇，超级无敌稳。所以那时候我们非常喜欢这张，它又可以就是根据我们的需求去调整它的大小。像我们今天可能帐篷比较小一点，我们不需要用到这么宽，它可以收窄一点。这一切都非常喜欢，非常满意，所以我们也用了非常久。尤其像我刚刚说到的，蛋卷桌它没有就是一些比较简易的扩充的概念，对。那这个其实就有点类 IGT 的感觉，它可以把桌板拿起来，比如说你觉得不需要那么长的时候，就把它缩短一点。可是你再把它拿起来之后，这边有个空位的状况之下，你可以把它弄成那个下层炉架，对，或者是放沥水篮，还可以放什么？就这样。那另外旁边它还有做那它的螺孔，就是可以放那个卷筒卫生纸。可是没想到它竟然是他们自己的规格，它特规，它自己的，他们自己的。所以你的所有买1单位的下层炉，你1单位的桌板，或者是1单位的沥水篮，通通都不适用。对，是适用他们自己的啦。对，我就觉得这非常的遗憾。桌子、椅子这些东西很常是要最后收。对，最后。那它的收纳空间就是这么大，所以每次我们在收完要放上车的时候呢，我总是会很难找到地方可以把它放上去。它毕竟没有办法拆，它最小也只有这样，反正就是收起来不方便啦。就是你车太小。
对吧？我说真是。变成说我们当时使用上的话，就是在收纳方面会造成我们一点点困扰。而且它很重，因为原木这个就是要取舍，对，它很重，可是它很稳。它就是要一个平面，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不能折、不能塞的平面在那。但我就已经没有这样的空间。我去的时候，我可能把它放在最里面，可是我在收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放到最里面。我们到营区的时候，因为大发可能要画画、要吃东西呢，我们又最先需要一张桌子，它偏偏又在最里面，所以变成说久了以后，你就会发现有一些问题出现了。所以并不是它不好，而是我们不适合了。想换掉它，借口那么多。这一张桌子我们就把它放在家里面用，对，它依然是很漂亮、很好用，而且这个木头哦。我觉得它的质感非常好，它很漂亮，对。但是唯一一点点使用木头桌子呢，其实它就是需要保养嘛，因为我们在上面煮食呢，会有一些油腻的东西喷上去，对。那擦掉以后呢，它木头外面的那层保护层呢，其实慢慢的会越来越消耗掉，所以还是需要保护，而且它比较怕刮，我就不敢把一些东西比较有分量的东西放到上面去，那我相信，如果你是用木头桌子的朋友的话，你大概能够理解我在说什么。第3张呢，就是 Feelworks 的川3.0，没错。对，那为什么当时会入手这张桌子呢？就是因为浪哥说，你们最近不错哦，要不要试试看哦？最近出来的川3.0哦，要不要？我说真的假的？不然寄一张给你们试试看。对，然后我说哦，真的吗？好啊，当然好啊。我用了以后，我发现真的是当下我瞬间惊为天人，因为你们要知道，我是从原木原生的阿卡之灵换到这个。我刚刚很在乎的点就是收纳，哇，它收起来就是这样一包而已。我最后上我也很容易放得进去，它能完美解决我的痛点。第二个就是它也一样很稳，超稳。我在于换得空间的情况之下呢，我又有它的稳定度，那时候我简直就爽翻了。而且它旁边又有很多的挂件嘛，有没有看到？只要是它黄铜的部分都可以拿来挂东挂西。我觉得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它的这个桌板啊，一块一块的，所以我从阿卡之灵换过来，对于这种小件可以拿起来的东西，我们就觉得非常的开心，很新奇的。对，它的规格就是 IGT 系统的规格，上面有3个单位，下面有2.5单位，整体使用起来有5.5单位的使用空间。哇，那对我们来讲，那时候哇，简直就是开辟了一个新世界。对，所以我们可以把东西放在下面，然后我们所有的单位桌板也可以派上用场，然后我们的沥水篮也直接可以放在这边，完美贴合。对，就是一个合体的概念，非常的开心啊，然后也很真诚的推荐给大家这张桌子。对，然后我们就结束啦。没有，你们应该会觉得说，既然川3.0这么好用，为什么后面比较少看到我们使用这张桌子？你去问浪哥，问我干嘛？我们刚讲过了，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合的。对，我们用行军床了嘛？对，我们加了行军床。我们加行军床，我们就有3张嘛，那我就要组3张的行军床。搭完帐篷后组3张行军床。对，然后呢，还有各种的小边桌啊，或者是椅子。主要是因为我们要组装的东西太多太多了，变成说每一个都要组合。对，虽然东西很小没有错哦，我车子的空间瞬间就腾出来了，但是我发现一件事情，想说啊，这是我以前没想到的，就是当我取得了车子容量空间的同时，我也牺牲了现场的时间，就是说我每一件东西我都需要组装组合。对，那其实我们之前几部片，我们也不断的提到这个观念，就是你需要在你的装载容量以及组装时间取一个平衡点。不要全部都是组的，或者是全部都不用组，你就会很难。对，很难，真的很难。所以呢，我们后来比较少用，是因为我们东西全部都要组，全部哦。对。哇塞，那个真的是就会渐渐的发现啊，又要组桌子，好烦哦。虽然它组好之后非常好用，但是又要组，对，就会开始产生了对它有一点怨念了。就是组起来之后就很开心，然后呢晚上就开始要偷收，偷收的时候觉得哦好烦哦。它没有不好用，只是呢我懒了。我觉得如果我们今天是一个比较长时间的露营，对我觉得它。不管是从稳定度或从质感来说，我都觉得它都非常好。对，只是就是我们懒了。这时候呢，就出现了我们的第4张桌子。应该你们知道，讲一次我就要装一张收一张吧？对。再过来就是这一张地狱式式的边桌系统大满配。我只能说哦，相见恨晚。恨晚。
因为我们刚刚提到，我需要稳定度，我需要好收纳，再加上呢，我不想一直在组装，所以我们后来用这一张呢，我觉得非常非常棒。我们是2大1小的小家庭，这个桌面对我们来讲已经是很够用了，厚度又很薄。然后呢，它重量也很重，它是铁质的。对。可是又不是我在背，因为我就放在车上，车子在，所以它的重量对我来讲，我就是完全无视。可是同样的重量，我能换来的就是它的极高的稳定度，真的是超级高的。而且你们可以发现哦，它的腿啊很细，跟我一样细吗？我是腿控吗？没有啊，神经病，谁会在乎这个？我觉得它的设计非常聪明的是呢，你们看哦，它的这个侧边啊是可以直接这样拿起来的，这已经是极致中的极致。它不用再组了，好棒哦！不用锁，放上去就好了。另外一边呢，再搭配它的炉框架。炉框架其实简单来说，它就是给你1单位的空间让你去使用。你可以用他们的下层炉框搭配 Soto 的蜘蛛炉，你也可以放一个沥水篮在下面，爱怎么摆随便你，就是你的可玩性就变很多了，甚至于你想要放一些保冰袋，刚好1单位的放下去，可以耶，也是没有问题。那是不是就变成是完整的系统在这边？那我刚好提到嘛，它是铁质的，所以我不管怎么样，吓到我的狗。我不管怎样，我不用怕它就是刮伤。相对于木头质料来讲，它就比较不会有这么大的保养需求了。还有一个非常棒的，就是这一张桌子拿来做料理简直是无敌，因为它的稳定度很高，所以你可以在上面拍蒜头。对，然后这一张你把它当成你的行动厨房。你说行动厨房那调味料呢？可以放在上面。它很巧妙利用2楼的空间，制造了一个天台出来。在这个天台上面呢，它有设计一个小边框，避免你的调味料跳楼。对，这个就是非常细心的设计。对，还有一点我觉得超级棒，我超喜欢的地方就是因为有时候我们桌子可能不一定是摆正面嘛，可能摆侧边，依照当时情况不同去改。那如果说你一直这样子的话，有时候可能会挡到你的视线啊。它那个层板架没有限制你使用的方向，所以像我们原本这样子也可以，或者是说呢，你像我这样用也可以。这样用也可以，所以如果你跟你的朋友对视而坐的话，就不会有一根中间这边挡来挡去很烦。如果说你有灯柱的话，你放一个灯在这边的话，其实就非常清楚。它的高度也是很适合我们照东西的。整个设计我觉得是非常的有巧思，而且它的边边啊，除了可以提以外，它还可以挂你的雪拉杯啊、雪拉碗啊，完全就是我需要都在这边的，收纳起来就是一个背带，然后又薄的。小狗很爱咬它真的是每天都在咬我们脚后跟，又咬东咬西的，它就把我们那个纸箱啊什么有的没的就去剥一个角出来。你们一定会想说为什么不把它关起来？有，我们刚刚关了，但它一直哭。你看，它剥我的裤子，好了。它目前来说完全符合我们的需求。但是你一定会说，我们家人数比较多啊，怎么办？对不对？买2张啊！我不是要说这个啦，但你要买2张也可以啦。它还有一个延伸桌是2.5单位的。说到延伸桌，他们赶快把它组起来。直接从这边再加个2.5下来，接下来就是放上桌板。它总共这个不是在演2.5单位，那一样下面就是也是2.5单位，就是看你要放都可以。这应该就很够了吧？变长了。这个大小应该正常家庭应该都蛮够的。如果你还不够，当然还可以再去继续套接啦。给大家演示一下为什么我们现在目前会不断的使用这一套桌子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符合目前我们所有的需求，而且跟我们的装备是属性比较搭的，可大可小，可简装，可豪华，可甜可咸，很甜所以这一套呢，你们应该最近看我们影片，几乎全部都是用镀压边桌系统。那这一张桌子呢，目前我们有2种使用方式，一种就是拿来当主桌，然后接2.5延伸出去，然后另外这张呢，我们就直接放在大发那边，然后给他因为他画画啊，他要做劳作、手作这些东西，或者是要写功课啊，
就直接一张桌子是给他去做这些事情的。然后另外一边呢，我们就把它放成我们的煮菜的地方，就不会互相干扰，也比较不会发生危险。那我下面这边1单位的空间呢，我就放了一个收纳篮在下面，那我就把一些玩具啊、一些剪完的纸屑啊，全部放下去之类的，盖起来，干干净净。那边的话就是一样用延伸2.5单位呢去桥接我们的索尔箱，是不是很想知道索尔箱怎么桥接？这集有要拍给大家看吗？有2.5单位的延伸桌，没错，然后再搭配他们有这个索尔箱上面的桌板的一块，让你的索尔箱变成桌面，我们就变成这样子，然后拿东西，拿完东西呢来放回来，上面东西全部不用清空。对，大家推小力一点。我收到了很多的私讯问我说，你们的滑轨是什么牌子的？对，就是地狱吃事。没错，就是他们跟韩国合作开发的这个东西，听说他们的热销款非常热销，这也是我觉得用了就回不去之一的。如果你用索尔箱，不管你是53的或者是75的，强烈建议，就是你一定要配这个东西，你配了以后，它才是真正的索尔箱，这样结合才是完整，它就像索尔箱的分灵体这样子，这样子的空间基本上是完全够的。怎么那么聪明啊？OK， 好，这就是2.5的延伸桌搭配索尔的配置，对，所以其实有它的话，其实就是它的变化性很大。所以我们就是整套的镀压这样去做切换。讲那么好，讲一点缺点吧。它的缺点是什么？那它的缺点是什么？重，可是我们刚刚讲过，就是如果你今天是开车的朋友的话，基本上我觉得这个重量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对，半毛钱是之语吗？半点关系，不影响，因为是车在载，不是你在载。地狱吃事它是台湾的一个车库品牌，其实台湾有很多的品牌，他们生产的东西在保有质量跟设计感之下呢，它的价格还算是，我觉得不贵耶。你知道什么才是最贵的吗？结婚。生小孩是啦，有够贵，贵买错最贵。对，如果你还没有看过我们上一集的话，先去看上一集，定调你想要的风格跟你的属性之后呢，一次把装备买到一个阶段。对，那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预算都有限嘛，所以当然还是量力而为。直接跟大家说，我们这一次的团购，我们这一次真的是非常的用尽千辛万苦，我们只要到20张边桌。一个就是入门的搭配组，另外一个呢就是满配。第一个入门套组呢，包含的内容物有镀压边桌、延伸桌板、直立灯柱，还有专用防水袋。光是这个专用防水袋市价就要1880，它是防水，而且它的容量算是蛮大的。你除了装这个边桌以外呢，所有整套都给它放进去。以上市值7940元的呢，我们这一次特别凹到了。套组价是6060，一个吉利的数字送给大家，6060。如果说你觉得入门款不够你使用，或者是你刚看我这样介绍，你会觉得说，哎，买错最贵，那一次就给它到直上的情况下呢，我们提供了豪华进阶，我现在在开直播，是不是？来，我们现在提供豪华进阶组 ，OK， 内容有什么呢？包含镀压边桌、延伸桌板、延伸炉板、层板架、镀压灯柱，还有一个单位桌板以及镀压沥水篮，整个套组加起来13850。那现在呢，只要12000。另外还没有上市的东西，哇！如果你有在喝咖啡，你有福了；如果你有在喝茶，你也有福了；或者是你有在记录的人，也有福了。这是一个半单位大小的一块板，但是这一块板呢，它不是单单桌板而已，它旁边有一个立架，拉起来，旁边这边可以装高山瓦斯炉。所以当你把高山瓦斯炉装起来，立架打开了以后呢，直接在上面就可以煮东西。你要煮水泡咖啡也行，可能用一个口径比较大一点的杯子，直接在上面做主食，完全没有问题。你这边可能有一个主炉，那边就有一个副炉，而且现在还未上市哦，抢先拿到。它还有一个很棒的设计哦，因为我们在煮咖啡的时候嘛，下面会放杯子。上面会放滤纸，你从这个洞里面，你可以看到它现在咖啡已经装多少，你不会满出来嘛？完全不需要屈就于任何的地形跟任何的露营形式。这个市面上呢，目前你还找不到，因为它还没有上市。现在就是直接送给买大全套的观众们。因为这次的数量非常的有限，就只有20组。那这20组还包括了入门组
以及大满配，总共加起来是20。没有就没有了。我会把下单的表单呢放在我们的资讯栏以及顶置留言，大家去填表单，马上去，然后里面就有很多资讯了，限时限量就只有20组。对，这次就这样。啊，你说哦，滑轨啊。如果你对于地狱诗诗的索尔香滑轨有兴趣，或者是它的相关配件，对我们还在洽谈中。如果你们还想要，比如说索尔的周边商品的话，比如说53的架高啊之类的，或是它的桌板啊，先留言跟我们说。以上呢，就是我们从露营开始到现在的我们的桌子演化史。就是我们当下使用的感受，以及当下使用的状况，然后没有说这个好或不好，或是汰换掉就不好，或是现在在用就极好，大家就是选择最适合自己，就是最好的装备。对，没错。如果说你们在使用上面，或者是你想要了解更多呢，欢迎在下面留言，我们知无不答。就这样，拜拜。拜拜。订阅了吗？